大家好，我是会长，欢迎来到会长妄言。根据化石记录，地球上曾发生过至少20次明显的生物灭绝事件。那假如因为不知原因，地球突发新一次生物灭绝事件，人类社会不复存在，新智慧生命体，比如外星人，怎么读懂人类文明的世界？今天会长将从罗塞塔石碑开始会长妄言第一期节目。你可千万别认为外星人打一个响指就应该自动翻译解读，从不考虑过程只看结果的只有高喊口号的传销老板和玄幻剧。同类解码失传10几个世纪的古人类语言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在人类社会发生过，而一切都要从一块石板说起。1978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远征奥斯曼帝国管辖的埃及，拿破仑亲率法国东方远征军。7月，在埃及尼罗河，拿破仑使用巧妙的方阵，获得了一场以少胜多的战斗胜利，也是这一场击败了埃及人以其领导的阿拉伯奴隶兵的战斗，奠定了法国占据埃及的基础。同时，这次战役也是拿破仑军事生涯中重大的胜利代表之一。而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和今天我们要讲的解密没有直接关系。说这么多，只是为了体现会长有文化。而法国征服埃及之后，在占领地区修建各种军事要塞肯定少不了。1799年7月，法国士兵正在加强尼罗河三角洲拉希德镇的一个朱利安堡的防御，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块黑色的大石头，这个大块头上面还有着密密麻麻的各种符号，当场的军官认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建筑材料。之后，石碑被运送到开罗，供埃及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考证。拿破仑还下令从巴黎招来了2名专家，用石膏把石碑复制下来，将碑文拓片送给欧洲一些知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石碑碑文最初是用白色的粉笔上色，使文字更加清晰易辨，其余表面覆盖有一层巴西棕榈蜡，旨在保护访客免受手指的伤害，这使得原本的石碑呈现深色，导致其被误认为是黑色玄武岩石。一直到1999年，人们对石碑进行清洁以后，原始暗灰色调的岩石露出，表面晶体结构的光彩以及横穿左上角的粉红色脉，显示石碑是花岗闪长岩。而发现的罗塞塔石碑实际上只是较大的石碑碎片，最高点高1123毫米，宽757毫米，厚度为284毫米，它重约760公斤。正面有明显的3种文字组成的铭文，最上方的古埃及象形文，它外形方方正正，因为主要是用于神明交流，故也称为圣书体。中间是普通古埃及生活使用的世俗体，而最下方的文字是古希腊文。其实从公元4世纪左右，几乎就没有埃及人能够阅读使用古埃及的文字。埃及圣书体和埃及通俗文字的读法和写法都完全失传。这个失传的时间到石碑发现已经长达10几个世纪。虽然后来有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尽其所能进行研究，但一直也无法解读这些神秘文字的结构与用法。而古埃及金字塔上的和木乃伊棺椁上的，以及我们所知的众多古埃及文物，都是大量使用圣书体，因此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就等于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大门。罗塞塔石碑同时使用3种文字记录，特别是石碑下方的古希腊文字，还是有人研究使用。而对石碑古希腊铭文最后一段内容的解读是，祭司们想将此消息晓于天下，决定把他们的决议用3种文字刻写出来。也就是这样一段话，它明确了3种文字的内容共同性，从而给出了解密失传文字的可能性。听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我前面所说的解密一种语言的方法。3种文字进行对照，通过对已知文字的参透来推测未知内容，找到这些内容的使用规律，解开失传文字的使用方法。就好比是福尔摩斯破译密码的原理，
但是因为石碑的内容有限，而且罗塞塔石碑只是较大石碑的碎片，上半部分的圣书体有缺失，导致有效的信息更少。而这一次石碑解密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和迈进，直到1822年9月29日，在巴黎科学院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法国人商伯良宣读了著名的关于象形文字拼音问题致达希尔先生的信，就埃及象形文字的解密情况做了报告，把自己最终揭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秘密公诸于世。而这一天被公认为一门新兴学科——埃及学的诞生。而这样一位天才级的语言学家，从11岁起为试读古埃及文字呕心沥血奋斗了20多年，在当时相关众学者一个个受挫和放弃之下，他锲而不舍，终于找到了解读古埃及文字的正确途径，获得了成功。而今天介绍罗塞塔石碑，也是希望新节目会长妄言有一个纪念性的开端。本期内容是会长选题从安全套、教育、世界大战、种姓制度后的第5个选题。商伯良曾说，生活的真谛在于热情，会长将此内容勉励自己。而今天视频中所有罗塞塔石碑相关的提问，将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一一解答。想获得第一时间的更新，一定要关注订阅会长妄言频道。此外，一再传言的罗塞塔石碑的解密与汉语的关系，在实际破解之中，过程到底如何？我会制作另外一期罗塞塔石碑的解密与商伯良，详细说明参与解密的所有代表性学者以及过程。喜欢本期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会长妄言，不忘会长。